小田就这样挨上去了。这个莽撞的亲亲，感觉林和小田嘴都疼了。现场把脉摸摸手，好可爱了吧？两个人互拍简直太男女友视角了。林赫说浴池缠绵戏超刺激紧张，快端上来让我看看啊！打架的这种缠绵戏吗？对，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对，那你们当时在拍的时候感受怎么样？既紧张又刺激吧。试一下你能不能把你的那个耳朵碰到他耳朵。他转身就走了，像下定了某种决心。是有的，不是有些睡法吗？你要有些睡法刚好撩到他的，撩到你的脖子，你在蹲下来的时候，他可能满脑子已经想着怎么去进攻你了。这样，我牵完你，咱们对视嘛，我先避开你的眼神，再把我掰过来，变个节奏嘛。对，你要转一点点。对，你说，然后你把他脸掰过来亲他。你说长远。别跑下来！亲我！他的时候，老梁就转，行不行？他走就拉住，别走了。没事吧？我没事吧？你别说话，医生，你别说话，医生，你不说很恐怖。你说话吧。在这儿，你摸哪儿呢？这跳的。你听吗？摸摸自己。对啊，你的脉搏很弱，然后也只会继续。倘若我是个废人，你杀猪养我，图什么？图你好看啊！就我终于可以穿上盔甲，在战场上驰骋了。第一次演一个这么刚的角色，我觉得舍不得我舍不得谢峥那套盔甲，我觉得我还没拍够。通过这些角色，我慢慢的自己也会了解自己，然后自己也会成长。在下严正，从重中逃难至此。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你的。我想陪着你。Hello， 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你当时拿到剧本，了解完谢峥这个角色是什么感受呢？第一次拿到剧本，其实我看了前10集嘛，它整个剧集的节奏会比较清晰一点，因为前期是被女主捡到了嘛，女主又是一个杀猪娘。我杀猪养你啊！姑娘有什么想要的心愿，可往大了说。养个20-30头猪，再往大了说。那就100头。所以他会说一些比较搞笑的话，然后我们之间互动也会比较活跃。但后来我再往后看之后，我会发现其实谢峥这个人物身上是有很大的反差的，因为他前期在大家的认为当中，他是一个杀伐果断，甚至说有一点冷血的人。但是他遇到了女主之后，他因为女主跟他的一些相处，从女主身上看到了他善良质朴的一面，谢峥也由此被女主所感化，被软化。他身上的家国的责任啊，或者说为正义伸张的这些理念啊，会越来越的激发出来，他形成了一个比较立体的角色。所以其实他们也是互相融化了对方。没错，互相成就，互相助力对方成长吧。而且感觉谢峥这个角色前后的反差也会非常大。对，他的观念会有大的变化，然后他对于具体的事件啊，或者说具体的敌人的一些态度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对他舅舅，他前期可能以他的性格，他舅舅做了这么多伤害他的事儿，他会一刀把他舅舅给杀了。但是到了后期
期经历了这么多人和事儿之后，他会觉得舅舅毕竟是舅舅，惩罚他的同时还得留一点生路，他变得更有人情味了。那你觉得这次拍摄下来和以往拍古装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和突破吗？我第一次演将军，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非常吸引我的一点，就我终于可以穿上盔甲在战场上驰骋了。这一次，我觉得跟我以往的古装角色最大的区别是，我拿起刀剑打戏打了非常多，第一次演一个这么刚的角色。大家都说张凌赫每天在我的首页骑马，是啊，对，好像拍了好多这种打戏，就是骑马的戏和打戏好多骑马的戏，带领我的将士们征战沙场的戏。第一次演将军嘛，演下来对这个将军的身份感受怎么样呢？很爽，很爽，终于有那种一人带领千万军马击败敌军的感觉了，成就感是非常有的，驰骋沙场那种感觉。没错，我看到你当时好几场路透，真的是那种威风凛凛，就是有点类似于织机岭，对对，织机岭那个造型，骑着马那个出来。是因为我跟曾导都是游戏爱好者，然后那有很多共同点。游戏里面很多的造型我们会认为比较酷，所以说当时那个造型也是我跟曾导在定妆的时候商量了一下，说，哎，这个造型很有气势，在古代其实也是象征着将军归来的一个寓意嘛，所以说那就用。大家好像也没怎么用过。当时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很惊艳，就是以往古装剧里面没有试过，遇到过，对，没见过。那你当时看这个剧本的时候，觉得说最期待谢真的一场名场面是什么呢？我最喜欢的是刚开始出场的倒在雪地里的那一幕，和倒在雪地之前他被乱军砍伤逃离从河里面出来的那些戏。那当时拍那些的时候感受怎么样？跟我想的一样，想的一样。而且有惊喜的地方是，我出场那场戏埋在雪里面，我以为只是说一个特别帅帅的镜头，然后对到我的脸，他躺在雪地里面，结果拍的时候曾导把我整个埋在了雪里面，我也第一次被就是整个被埋在地下，很有感觉，会更有实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我自己的感受会更加真实，画面里呈现出来也会更加有冲击力。我以为只是那样一个镜头，结果曾导说你试试嘛，然后我就直接进去了。谢真她是有很完整的这种成长线嘛，前后反差很大。那你在表演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的设计去呈现她这种成长吗？我其实还好，顶多就是人物关系上面前后态度得有差别。你面对同一句话、同一件事件，你前后人物不一样了，就会说出来的话也不一样。更多的小细节是在我的妆造上面。谢真是我所有的角色里面受伤最多的，通过她的妆造的受伤程度就可以知道谢真处于哪个状态。对，我看到好像有个下水的戏，那是全剧最初始的时候，是他被剪的时候吗？他被剪之前啊，被剪之前，被剪是第一幕，但是这个落水是被剪之前的闪回。所以就这个剧一直在受伤，也有对，一直在受伤，一直在疗伤，背上被拉了道口子啊，脸上被打了一拳，嘴唇被咬破了这种。他因为他的跨度很大嘛，你之前也有在古装剧里面演过这种跨度很大的角色，有杜华年。那像演这种跨度很大的角色，尤其是演到后期成熟的时候，是如何去把握他这种状态呢？人物关系、对待事件的态度，其实我觉得角色的年龄也好，角色的成长状态也好，最大的表现就是表现在你对同一件事儿，你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处理方式吧。就比如说谢真在后期对于舅舅他会比较有人情味儿一点，但在前期他可能谢真就是不会太搭理舅舅，而且对于舅舅这些事儿他会杀伐果断。在这种很年轻的阶段的时候去演这种跨越自己年龄阶段的状态，如何让大家相信，然后觉得说不是在故意扮成熟呢？还是得从自己出发，你从自身去找到自己内心和这个角色的契合点，然后再从这个契合点散发开来。如果我真的是我自身都不认为这个角色会做这种事儿，我再去演这样的一场戏，它是不成立的，在观众看来也会很假。所以说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从我自己内心去发掘，我张凌赫在面对这件事儿的时候会怎么做，然后通过我这个答案再去衍生说，他如果年龄上去了，经历这么多事儿，他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他这个角色是有点杀伐果断，而且是喜形不于色的，他可能没有情绪那么张烈的时候，如何去把握他这个状态呢？我会觉得一句台词你怎么去说，它的度要控制好，这是最重要的。它不是说喜怒不形于色就是没有情绪，是的，一句话怎么去把它说的有力度，最重要是节奏，而且跟对手演员的配合也很重要。然后我看你之前有个演讲里面说，就是过去因为你是比较理科思维嘛，但是觉得说其实看剧本是需要这种感性的思维。那你觉得说在这次看剧本过程中，过去的这种理科思维
和感性思维有过打架的时候吗？会有交错，算不上打架吧，因为理性思维可能是帮助我去读懂这个整个故事的脉络和逻辑，感性思维会针对具体的情感去让我去理解他这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然后再去合理的表达出来。所以说更多的时候理性跟感性是相辅相成的，不会有打架。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两种东西结合起来，融合起来，把它融合到我的角色里面，让我去更好的完成这个角色。那有没有哪些戏份是觉得说很调动你的感性思维的？在闪回里面，在我成年之后的梦境里面，看到我妈妈和小时候的我在那个房间里面吃桂花糕，然后就因为我小时候的我吃了桂花糕，我妈妈上吊了。那种戏会比较需要我去调动我的情绪，而且当时拍摄的时候，我记得是第一次见我妈妈，也是这个戏刚开机不久，所以这时候我就特别的需要去用我的感性思维去把剧本里的一些情啊，或者说小时候的一些画面脑补到我的脑海中去，然后再把这个情绪调动起来。还有什么这种戏份是演的过程中是有这种心得的体会能展现出来的？我跟曾导还学到了挺多的啊，学到什么？曾导他是一个特别会拍氛围感的人。哦，对，一场戏怎么去展现它的压迫感，可能并不是说你台词说的多么有力度，而是整个氛围感。这就是我从曾导身上学习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拍了一场我跟太监对峙的戏，全程可能没有几句台词，但是就是曾导他的镜头和他给我的一些肢体上的调度，让我觉得谢峥每一步都在往太监的脖子上架刀，有这种不怒自威的那种感觉。没错，没错。马上要告别谢峥了，想对他说点什么呢？我觉得舍不得，我舍不得谢峥那套盔甲。拍到现在，虽然说打戏拍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拍够，还没拍够。我是第一次在这部戏，我觉得我每天拍打戏是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今天又拍打戏了，好爽啊！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爽的点是在哪？这一次，这会不会跟就是男孩子喜好有关？男孩子喜欢舞刀弄枪，当上将军那种荣誉感。我觉得这些年，我就是通过这些角色，我慢慢的自己也会了解自己，然后自己也会成长。那曾导拍的时候，他是会跟你们调吗？就是说，哎，要怎么样？会，而且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他还会说，来，你把手往上一点，你再往下一点，嘴再那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是和当初想象感觉反差非常大，体验很不一样的呢？有一场我跟女主醉酒之后一起洗澡的戏，我以为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木桶的浴缸，或者在里面拍一些那种就是缠绵的戏嘛。结果曾导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东北那种浴场的超大的一个浴池，然后我们在里面像打架一样在那边拍那场戏。打架的这种缠绵戏吗？对，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对，那你们当时在拍的时候感受怎么样？既紧张又刺激吧。既紧张又刺激。不知道曾导下一秒会 Q 我们干嘛啊？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当时他 Q 的让你非常吃惊的那种，或者非常意外的那种？他每 Q 一个都让我非常吃惊。